大房是长子，80亩虾塘、饲料仓库、3台增氧机和运输3轮车，全归富贵。爸，那虾塘有一半是海生留下的，这些年也是小川在管。江家的事，轮不到你说话。江川分村委的黑泥洼，还有你们现在住的破房子。那片黑泥洼是废砖厂留下的取土坑，水面长满芦苇和水花生，天气一热，便往外冒臭气。以前有人放过鱼苗，不到半个月就死光了。村里人都叫它毒水塘。二弟不是会养虾吗？正好去臭水坑里养蚊子。小川给你们家干了6年，最后就分一个死水坑，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娘儿仨！愿意就按手印，不愿意就滚出江家，一寸地都别想拿。2年前，我从捕兽夹里救过他。3个月前，我突然发现自己能听懂他的话。快按手印儿！黑泥洼底下连着冷泉，芦苇根下面全是大龙虾，还有几只白的像雪。他们抢走的虾塘才是烂摊子，塘底毒泥一翻上来，今天就得死虾。上午我已经看出虾塘缺氧，只是不知道会这么严重。怎么嫌少？嫌少就什么都别要。我嫌。你真要那个臭水坑？爷爷已经分好了，我当然听安排。从今天开始，虾塘归大伯，黑泥洼归我，双方各自经营，盈亏自负，谁也不能插手对方的收益。行，就算你从那泥坑里挖出金子，我也不眼红。这话大家都听见了。小川，是妈没用，没替你守住你爹留下的东西。婶子，您别难过，我要嫁的是江川，不是那80亩虾塘。只要他肯干，我就陪他从头来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辈子我绝不能让他输。这里真有泉眼。
这些白龙虾别卖，我马上到。不是病虾，是罕见的稳定白化龙虾。普通野生大虾80元一斤，血壳龙虾300元一斤，我全要。普通龙虾105斤，血壳龙虾14斤，总共12600元。哥，咱们能买肉包子了吗？能，以后天天都有肉吃。爹，虾塘出事了，龙虾全往岸上爬，已经死了好几千斤。不是中毒，是多年没清糖，加上高温缺氧，彻底翻糖了。是你下的药。上午我劝你们开增氧器，是你们不听。分家后我连堂边都没来过，全村都能作证。小川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今天赚了1万多，拿一半出来，帮大伯渡过难关。虾塘归你，黑泥洼归我，盈亏自负。你的虾死了，与我无关。我赚的钱也和你无关。没有村里的活水，我看你那群龙虾能活几天？别睡了！你那个蠢堂哥带人去了上游，他们正在用沙袋堵水渠，再晚一点，黑泥洼就要彻底断水了。江川，出什么事了？江大勇在上游堵水。这么晚了，你们别和他动手，先去找村长。妈，我有分寸。我不拦你，但我得把他们做的事拍下来。我吃吧。江大勇，你疯了！我的事儿你少管。江大勇，你在干什么？呵呵，我家玉米地要灌水，暂时借用一下水渠。现在根本不是玉米灌水的时候，公家的水又不是你家的。嘿嘿，江川，你那臭水坑不是聚宝盆吗？我倒想看看没了活水，里面的龙虾能撑多久呢？这个蠢货真缺德，要不要我下去咬他？先不用，回去准备捡死虾吧。明天太阳一出来，你那1万多块钱的财路就断了。希望你别后悔。我现在去找村长，让他把沙袋拆掉。找什么村长？这下面才是黑泥洼真正的水源，石磨压着主泉眼，只要把它撬开，出来的水比上游水槽大10倍。婉和，把家里的撬棍拿来。你想把它移开？下面可能有泉眼。
我的虾苗！江川，你马上把水堵回去！堂哥，不是你说自己家的玉米地急着用水吗？我把公家水竹全让给你了，现在用的是自家水塘下面的泉水，它往哪里流，我可管不了。江大勇，谁让你堵公共水渠的？我只是想灌田。你家的玉米还不到灌水期，现在马上拆掉，再把水渠恢复原样。你家的虾苗死了，也是你自己缺德造成的，别想赖到江川头上。快拿网，主泉眼一开，地下河里的好东西全被冲出来了。今天虾不少，还抓到了泥鳅。这种透明河虾只在低温活水里生长，县城里几乎见不到。我按120元一斤收。这只老家鱼最少活了几十年，我出6000元。江川，你这地方不是臭水坑，是天然冷泉宝地，以后有多少好货我都收。把这个结了。拿好，这是你的学费单。我不需要，你把钱留着经营水塘。以后联系客户、送货、买东西都要用车，这不是乱花钱，是请我们家的财务找管上任。谁是你家的？嫂子当然是我们家的。安老板，哎呀，这是省城万城水产公司的赵总。赵总看中了你的黑泥蛙，愿意出20万元买断1年的经营权。你一个乡下年轻人，守着泥塘能赚几天钱？拿上20万去县城买套房，比整天泡在烂泥里强。大伯，你们不是来买水塘，是来下套的。达不到产量，就说明你这水塘不值20万。没本事就别拿这个钱。这胖子身上全是烟味和赌场味儿，口袋里连2万现金都没有，还敢装大老板？买断就不必了。不敢签。我可以和你们签一份新的对赌协议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提供100斤大规格野生龙虾，你每天付我1万元货款，连续30天。我少交1斤，就把黑泥蛙和我家的老宅一起赔给你。你说真的？但你如果有一天拿不出1万元现款，就算你违约，赔我10万元。赵总，签。那破塘顶多再抓3、5天，他这是白送宅子。行，我跟你赌。
小川，一天100斤，还是整整1个月？黑泥洼里真有那么多龙虾吗？黑泥洼里当然没有3000斤大龙虾。不过地下河的另一头，连着10几里外的龙王湖，那里的龙虾多得能铺满河底。只是想把它们引过来，你得先打开水下那道封了20多年的旧闸门。就是这里。这道闸一开，龙王湖的活水就能流进来。得用机器。小强，这闸门都封了20多年，万一打开后水太大怎么办？我不会全部打开，先拉出一道缝，看看水量再说。成了，湖里的龙虾已经顺水过来了。江川，时间到了。要是凑不够100斤，正好用这个装你们家的铺盖。这网成色不错，63斤。再称一遍，这么多。协议规定100斤，多出来的我不卖，拿钱吧。不过是第1天运气好，我看你还能撑几天。来来，115斤。对赌席，
快去水塘！江佑勇正拿钳子剪围网。嘘，别追，先别管他。围网破了，龙虾怎么办？这傻子只剪了外层围网，龙虾顺着活水往外爬，正好全钻进下游的虾笼。堂哥，这东西看着挺眼熟，是不是你钓的？放屁！赵总，做大生意的人怎么全是零钱？钱又不分大小，够数就行。他已经没钱了，刚才还在车里接催债电话。王哥，你还能撑住吧？你不是说这水塘3、5天就能捞空吗？现在都半个月了，怎么每天还有这么多？可能是他从外面偷运进来的。每天都有村长盯着，他拿什么运？协议写明，每天中午12点前付清。现在11点40，还有20分钟，你们慢慢数。江川，今天的钱还2天，货我先拉走。协议里没有赊这一条。你少来这一套！这20天我已经给了你20万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那是货款，不是施舍。12点之前拿不出1万元，就是你违约。按照约定，赔偿我10万元。老子没有10万。那就报警，让执法人员查查你有没有偿还能力，却故意签订高额对赌协议。他现在欠着外债，最怕事情闹大。赵哥，再想想办法。
都是你这个蠢货！你说里面顶多有几百斤虾，害老子把借来的钱全赔进去了。我没有现金，这辆冷藏车抵给你。以前卖货全靠秦海生派车来拉，有了自己的冷藏车，我们就能把龙虾送到周边县城。你爹要是还在，看见你把日子过起来，不知道得多高兴。分家时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一家完了。如今不到1个月，我们不仅还清欠款，还有了冷藏车和稳定客户。可我知道，江永永不会就此罢手。江川，出事了！县城里到处都在传，说你那片黑泥洼以前是农药厂的排污坑，还说血壳龙虾是被农药泡白的，吃了会中毒。今天已经有好几桌客人退了酒席，食品监管部门也接到了匿名举报。龙虾和水都没有问题。我知道，可外面的客人不知道。这件事要是不赶紧解决，你的货再好也卖不出去。昨天半夜，那个蠢货想把这袋东西扔进黑泥洼，幸亏我发现的早，他造完谣还想栽赃。幸亏我发现的早，他造完谣还想栽赃。既然有人咬定我养殖的龙虾存在安全问题，那我就召集县域所有持证行业专家到场核验，当着所有相关人员的面，把来龙去脉、样品指标查得明明白白。村长，我是江川，家里出事了，赶紧叫派出所的人过来。造谣还不够，竟然想往水塘里扔！造谣还不够，竟然想往水塘里扔死鸡和农药！
这可是害人！农资店每天卖出去那么多袋子，凭什么说是我的？说不定是江川自己准备的，故意栽赃我。麻袋是谁的，警方会查。但你们不是说我的龙虾有毒吗？我现在就给全县一个交代。秦老板，麻烦你帮我联系县里的水质检测人员和水产专家，明天上午就在黑泥洼边现场取水取虾。另外把你们饭店最好的厨师带来，取水取虾。另外把你们饭店最好的厨师带来。你想当众检测，再办一场试吃？对。与其躲在家里解释，不如让所有人亲眼看看。穿件白衣服就是专家了，穿件白衣服就是专家了。谁知道这些人是不江川花钱才请来演戏的？今天所有样品随机抽取，检测过程全程录像。你对结果有异议，可以申请复检，但不要扰乱现场。青石板下面就是被地金线的大白虾，青石板下面就是被地金线的大白虾，抓内指，省得他们说你提前准备。哦，江川，你现在认错？江川，你现在认错还来得及。真查出农药，看你怎么收场！经过现场检测，水样中没有发现农药、激素和工业重金属残留。这片水域的主要水源来自地下冷泉，水温低，溶解氧充足，还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。龙虾体内同样没有检测出违禁药物。这种白色甲壳不是农药瓶，检测出违禁药物。这种白色甲壳不是农药平白，也不是有毒变异，而是稳定的白化特征。因为长期生活在低温活水中，虾肉蛋白质含量和紧实程度都高于普通池塘龙虾。原来江川的龙虾真没问题，人家守着的不是毒水塘，是天然冷泉。前几天是谁说吃了会烂肠子的？不可能，仪器肯定有问题。这些设备每天都按规定校纯。你继续散布虚假消息，我们会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。你继续散布虚假消息，我们会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。就在这儿，
让大家见识见识。食材新鲜，火候最重要。这道菜讲究一个快字。哎呀，这味儿太香了！哥，这个比红烧肉还好吃。肉紧实，还有一点甜味，难怪城里的老板愿意出高价。从今天开始，普通冷泉龙虾按照100元一斤收购，雪壳龙虾500元一斤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雪壳龙虾500元一斤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按照现在的产量，1个月收入能超过20万，但水塘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敞着。先安装围网和监控，再建2个暂养池。冷藏车也要找固定司机。钱才刚赚到，不能全投进去。妈，这些不是乱花钱。等基地稳定，我还要把这房子推倒重建。你和小满跟着我吃了这么多年苦，婉和也不能一直没名没分的等着。盖房可以晚一点，基地才是根本。先把龙虾生意做稳，我不着急。你不着急，我着急。我答应过，绝不会让你输。别谈情说爱了，那2个蠢货又来了。轻点儿，别弄出动静。他们在偷泥，马上报警。嘘。他们觉得龙虾长得好，全靠这些黑泥，准备把泥倒进自家的死虾塘里养白龙虾。这泥不能养虾吗？在冷泉里当然能养，可一离开15度的活水，里面的菌全都烂掉。倒进他们的死水塘，不到明天中午就能臭得全村人吃不下饭。倒进他们的死水塘，不到明天中午就能臭得全村人吃不下饭。让他们挖的越多，明天的教训越大。你昨晚到底往塘里倒了什么？再这样下去，全村的水都要被你污染。我只是想改良水质，瓦用。改良水质，瓦用。大伯，昨晚从我水塘里偷走的黑泥好用吗？你在泥里下了毒！在我的冷泉里能养龙虾，被你们倒进多年不换水的死塘，菌种腐烂，当然会发臭。蒋富贵，2天内把这臭水抽干净，消好毒，不然我就上报镇里。江川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黑泥洼收回。商量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黑泥洼收回组里，你可以保留1成收益，剩下的全族平分。
快去老榕树下面，那里埋着你太爷爷留下的东西。再晚一点，他们就要把地下河挖断了。住手！江川，你还真把这块地当成自己的啦？几位族老已经说了，黑泥洼属于江家族产，我们现在只是把公家的泉水引回公家的虾旁。你敢再动一下，我马上报警。小川，大家都姓江。小川，大家都姓江，何必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？你已经赚了几十万，拿出90%分给全族，怎么了？黑泥洼发臭的时候，怎么没人说他是全族的？分家的时候，你们逼我按首日，说就算我在里面挖出金子，也和你们没有关系。现在出了血壳龙虾，你们又来讲血缘了？放肆！分家字据只能分房子和财物，祖宗留下的土地，谁也没有资格独占。今天我们几个老家伙做主，黑泥洼收回族里，以后每天的收益你留1成，剩下的按户分配。几位族老，当初江川被欺负时，你们为什么不来做主？如今他靠自己把死水塘经营起来，你们却要来分钱。如今他靠自己把死水塘经营起来，你们却要来分钱，这算哪门子的族规？一个没过门的女人，没资格插嘴。她很快就是我的妻子，在我家，她说话比你们管用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跟他废什么话？先把河口挖开，水引到咱们塘里再说。别和这群蠢货吵了。老榕树下面有界碑，那是你太爷爷亲手埋下的，上面写的地界。上面写的地界。小时候，父亲经常带我在那里乘凉。江川，你想干什么？就是这里。这真是江川他们这一房的地，连地界都废砖窑，刻得清清楚楚。江富贵还说是什么全族祖产，原来是想明抢。清清楚楚。江富贵还说是什么全族祖产，原来是想明抢。一块石头不能说明什么，说不定是你们自己刻的。小川，你爹留下的木箱，他以前说里面有砖厂那块地的旧料据。
黑泥洼以及周边40亩荒地属于江海生名下的合法承包地。江海生去世后，承包权益由直系家属继承，其他人无权私自挖掘、改道或者侵占。既然有合法合同，那就是一场误会。富贵，你自己家的地界都没弄清楚，怎么能叫我们过来？三叔，你们不能不管啊！什么破合同？这地下河在村子下面，凭什么归他一个人？我的虾！你们未经承包人同意，擅自破坏河岸和水道，造成污染和财产损失，必须承担修复费用。之前的投毒麻袋和造谣行为还在调查，现在又故意破坏他人承包地，你们跟我们和造谣行为还在调查，现在又故意破坏他人承包地，你们跟我们回去说明情况。我没有破坏，是河岸自己塌的。从你启动挖掘技到拍水沟塌虾，我全都录下来了。按照这个进度，下周就能进一批苗了。你爹要是能看见，该多高兴！以前你说愿意陪我守着臭水塘，现在水塘不臭了，房子也盖起来了。苏婉和，你愿不愿意正式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？我等这句话很久了。二弟，我以前不是人，外面的债主说再不还钱就要打断我的腿。你基地缺人，让我进去干活吧，挑泥、喂虾、守夜，我什么都能做。小川，看在大家都姓江的份上，拉我们一把。进入基地可以，但必须先赔偿围网和河岸的损失。工作期间接受监控，不许靠近账房和育苗区。再偷一次东西，再毁一次设备，我直接报警。我答应，我什么都答应。我没有原谅他们以前做过的事，但我愿意给他们一次靠劳动吃饭的机会。
至于能不能留下，要看他们自己。多谢各位乡亲捧场，大家吃。多谢各位乡亲捧场，大家吃好喝好，快来尝尝这个龙虾。这是从龙王湖来的。不是，我今天顺着地下河往深处游，发现了一道石门。石门下面有一条缝，这家伙就是从里面爬出来的。毒水塘只是入口，石门后面的蓝壳大家伙多得能铺满河底。分家那天，大伯以为把一条绝路留给了我，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属于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